Hello，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讲新版本杰斯绝活哥的兑现出装符文搭配。像这个版本的杰斯，因为破剑者这件装备重新归来，而且破剑者这个装备呢，取消掉了双抗那些，不是。就是当你有，就是说在队友附近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个双抗嘛。现在不会了，现在是完全改了。改成什么样的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像破剑者这个装备呢，现在是直接提供最大生命值400的最大生命值，然后45的攻击力。扬帆呢，可以提高4%的移动速度，这个。对一个带线还有杰斯这种没有位移的英雄帮助特别大。然后呢，就是对英雄和史诗怪的每第5次攻击，比如说你对这个英雄，或者说那个野怪蓝 buff 不对，是对蓝 buff 红 buff， 然后或者说那些英雄那个野怪第5次攻击的时候。会根据你的攻击力基础，然后还有就是生命值5%的额外物理伤害。远程英雄的话会减弱哈，近战的话就是160%的那个攻击力提升。然后对建筑的话是240的那个基础攻击，额外基础攻击加9%的生命值，最大生命值的额外物理攻击。然后远程英雄只能增加40%。然后保留的装备特效就是附近有炮车或者说超级兵的时候能提供护甲。还有魔抗、双抗，所以这件装备为什么现在都是第一件出？因为它对于杰斯来说，既提供了移速，又提供了攻击力，然后还有一个生命值的增强，然后直接杰斯是吧？你看他一套上去，第5次攻击嘛，那他2技能炮形态的2技能就可以点3下了。更别提其他技能，一下子就打出来了一整套，所以爆发也很高。这里为什么直接点爆破呢？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快的推塔。现在杰斯带上仙弓，配合上那个破剑者的推塔效果，然后加上爆破，再加上破剑者现在对史诗级野怪，就比如说你要去入侵对方野区的话，你也可以更快速的去获得那个。就是更快的杀死野怪，这对杰斯来说，这件就是史诗级加强。然后你再添加一件那个，如果你因为发育肯定很快，这样的杰斯，特别是对一些传统法师来说，前期绝对是打不过杰斯的。出了破剑者以后，他很快就说降3项，虽然说贵，但是。对杰斯来说，前期的刷钱是吧？加上仙弓那些，不过这里面的话，因为这个辛德拉是手长的，没办法，你没办法就刷钱。你如果说遇到一个近战或什么的，那杰斯刷钱的速度快到爆炸。这里想拉塔，操作失误了，不过下吃个果子，问题大不大？然后呢，出完3项以后，出那个死亡之舞，死亡之舞加强以后，就是完美的一个对于一些战士来说，切入以后，又能提供那个技能，又能提供护盾、护甲，又有攻击力，然后又能保证自己的那个。拉长自己的输出时间，比如说你就算要死的话，你都还能在临死前输出几秒的时间，这很关键的。
然后看你选择怎么出了，因为第3件的话，死亡之舞也可以选择出那个，这里面选择把塔给收掉，这样是赚的，因为你看他4分钟、5分钟不到就把1塔给收掉了，这已经是很强了。但上路的话，上单的话传来2号，估计是打不过这个德玛。德玛这版本前期还是有点强势的。然后你像第3件，其实你看死亡之舞这种是偏劣势局，比如说军事局就出它。如果是优势局的话，你就可以把那个破剑者提上来，因为破剑者这个版本也更改了嘛，也算是一个小的提升。破剑者首先他那个收集者说错了，收集者的话，首先它自带有一个加10的那个物理那个护甲穿透，然后提升攻击力还有暴击率。然后就是它的一个被动了，首先它的斩杀效果，如果说你的伤害超过那个斩杀线的那个多少，会根据处决的时候的那个最大百分比来给你额外提供金币，就等于也是一个刷钱的一个好装备。所以对于解释这个版本，只要他不是那种你玩的时候不是浪啊或者什么的，对于他来说快速发育，对他来说这个版本太强了。你看他现在完全可以追着人砍，6分钟、7分钟不到，他的伤害完全可以把那个德玛灌死，甚至都不需要那个是什么征服者，装备的优势太大了。然后为什么要出那个塞尔达的怨恨呢？就是为了更好的追人，能减少他的移速那些，有时候呢还能救队友啥的。现在的话就这杰斯的话只需要去带线，然后带完线以后给到兵线压力以后，想着去参团就完全没问题了。你会发现为什么这边高地都被推上来了，都快要被推高地了，然后对面现在有点难受，发现还是没用，没有优势，其实就是杰斯这边给到压力太大了。其实已经完美，就是强到一定程度，就是完美会辐射。像那个爆破配上那个破剑者，真的太离谱了，这推打速度。队友也开始说起了3打3零换闪。你看这杰斯又肉又输出，只要控制好距离，不要说被控到死，一直灌伤害，就问题不大的。这里面队友只要补点伤害，这射手还是可以的，真的简单的。我非常建议现在的低分段玩家或者说新手玩家去玩这个英雄。
像杰斯选择走上单的话，像这套装备走上单的话更强，发育的更快。为什么呢？因为中单如果是手长的话，像对面现在是辛德拉囚女，你就很难去触发仙宫，你知道吧？你看他现在才叠了100多层。所以没办法。如果是选择去走上单，对面是手短的，你前期对他的那个吃伤害永远都是你先守，你知道吧？你要保证你的被动在，你就先守上去打他。那这里他选择了出那个收集者，发现如果不把经济再加快发育的话，估计要出事了。这里减速到了，上来打一套，你看那个男刀，一套伤害都打不死他，真的这套又肉又输出。只要你前期做了破剑者跟那个三项，完全容错率又高，伤害也有，推塔能力也强。甚至对方如果不来3个人抓你，必须得是2个 C 位加一个控制有控制的，不然都有点难抓，有可能甚至会被你反杀。这里拿到大楼的话，就可以把节奏往后拖一拖，完全问题不大。看能不能蹲到对面，直接回了。完了，这边被激活了，不过还好，已经没什么中立资源。其实像绝活哥的话，应该是比较着急想赢。这泰坦还是纯 AP 泰坦，难怪打不过德玛。不过倒是有狗头。哦，泰坦是打野，我搞错了，狗头才是上单。但狗头到后期，现在你拖到现在的话，那就完全没问题啦。狗头基本上都发育起来了。只要射手或者说杰斯不死，这边一样有持续输出，一个炮死掉，这样的话就直接反推。这个版本像传统的法师中单有点不太行，就是怎么说呢？虽然说有装备加成哈，但没有 AD 战士，或者说有一些战士走中单，像杰斯啊，或者说甚至安倍萨、永恩这种走中单，他们来的提升大。虽然说永恩还是前期还是太脆了，打不了，不好打。但对于他来说，他只是前期的一小段时间。只要一旦他第一件装备成型，很快的，他只需要苟住，或者说凭自己的技巧去做一个，是吧？绩效。这里面看到德玛走弹了，下来抓他，吃了但就走不掉了，吃了那个泰坦的大招。像纯 AP 泰坦真的伤害很高。这里找机会把男枪打残。但他自己也惨了，没办法，男刀
刚刚不是把南岛打残，是把 EZ 打残。这么激进的位置吗？这 EZ？ 所以这里面其实不太建议你们新手，就是说新手玩家出收集这些，这只是为了这个绝后哥是为了赶快发育，怕被翻了，怕被直接打不过，直接队友又不行。我还是建议大家先第二件出那个，第三件出那个死亡之舞。收集者的话，大顺风可以出。如果你要是手再长一点，或者说你想更稳一点的话，你其实都不用出收集者，你直接第五件就直接出那个出血手，然后把那个辅助那个什么装备，那个主动装备换成那个，我看，主动装备换成可血战斧或者挺进破坏者，狂风之力也行，这几个都适合他。只不过如果你换成那个可血战斧的话，生存率会高一点，因为它是吸血保命的那种。对面的辛德拉大招基本上都给了绝后哥，其实对他来说是队友有了输出空间，这样也是挺好的。狗头的话都不怎么需要扛伤害了，因为当对方把输出都集中在那个绝后哥身上的时候，那狗头其实他的压力就少下来了。但只不过这里的话被激活，纯是浪。狗头其实第一时间冲上去吃伤害、吸引伤害的话，把那个辛德拉的伤害全部吃掉的话，完全是绝后哥都完全不用死，很容易的就可以收割这个团战。这样的话又要把节奏拖到了远古龙。像你视野暴露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往回拉一段，这样就挺……哎呀，还好有金身，但没办法，太脆了。这辛德拉的大招所有都是给了那个绝后哥。让队友一个小爆发，造成了一个输出。有没有发现，狗头是最后出现的？他一直在带线，一直在带线，但他这种带线是无效带线，没什么用。他虽然说在叠被动，那你说有用吗？没什么用。因为它推不了塔，你的带线就没有意义。你带线的意义在于，你要给他们一个兵线压力，让他们少人，所以要带线。要么就是你带线的过程中，你能把对面的塔推跳，这叫做有效带线。如果说你只是单纯的带线，要推不掉对面的塔，也不能说让他们少一个人参团，然后你又赶过来的时候，队友又掉点了，这就是无效带线。甚至你说你把人头给送了，这就是带线亏损化。这里的话就只能等那个远古龙团，只能拖这个大节奏或者大龙，再拿一次大龙，看看有没有再推的机会。这个沙米拉用那个技能抵消掉了那个辛德拉的大招，
这里面选择来拿大龙，这边也没办法，野区毕竟都是黑的，他们其实应该还是得冒险的，不然的话没得打。这里面有远古龙的话，就完全伤害是直接可以拉满。像这种兵线近的话，狗头是完全可以进塔去扛，然后队友跟伤害就完全没问题了。但他又不敢，所以就是又怂，他就完全可以上去了，就是扛了。因为胜率对他来说就是双 C 带来的机会。好，这期的话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的观看，祝大家上分愉快，拜拜。